筑基期的师妹竟敢冤枉元婴期女主偷金丹，二人在大殿对峙。如此炸裂的一幕就发生在某女频小说里，宗门的人都相信白莲花师妹。最后女主惨死在未婚夫大师兄手里，萧晨合上书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她若是那个女人，必让那些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仙。下一秒，她失去了意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在睁眼，萧晨重生了，重生在一个年轻女子身上。前辈，为何夺我肉身？可否将肉身还给娃儿？女子的元神躲在旁边瑟瑟发抖，她在打坐修炼。突然有一个元神跑进来，占据了身体的主导权。萧晨转身望去，元神就是本尊的缩小版，可以看清楚原本的模样。女子原名木婉，堪称风华绝代，就是气质这方面还差了一些。堂堂元婴强者，肉身被夺后的反应竟然是理论，难怪筑基期的蝼蚁也敢跟你在大殿上对峙。萧晨一阵无语。什么大殿？木婉疑惑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木师姐，小师妹丢了一枚造化金丹，大师兄让你去大殿对峙。萧晨吃了一惊，这才明白过来，自己不仅穿越到那本女频小说，还成为了女主木婉。现在的时间线正是小师妹说祖传的造化金丹被木婉偷了，请宗门师兄弟们主持公道。前辈，我没有偷金丹，我要去解释清楚。木婉急了，这是有损名节，他跟大师兄又有婚约，如果被对方误会，指不定会留下什么话柄。萧晨淡淡一笑，无妨，我替你走一趟。真的可以吗？木婉有些不放心。当然。萧晨一脸自信，木婉这才稍稍放心。殊不知，萧晨心中冷笑，什么未婚夫大师兄，早就跟小师妹好上了。所谓的对峙，只是单方面的质问罢了。既然他来了，又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？打开房门，门外是一名外门弟子。萧晨占据木婉的肉身，一眼就看透对方的修为，炼气期3层，蝼蚁。萧晨给出结论。那人看到木婉，显得十分不耐烦，大师兄很生气，你还磨磨蹭蹭的，赶紧跟我走。萧晨看向那人，带着冷意道，你是谁？那人还没回答，木婉的元神急道，前辈，再不快点过去，会被大师兄责罚的。责罚？萧晨眉头一挑，金丹期责罚元婴期，女主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那人愣了愣，旋即答道，我是外门弟子李翰。话音未落，他一声脆响，萧晨猛地扇了对方一耳光。那个叫李翰的外门弟子被打得到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元婴期的肉身强度，即使收了力，也不是一名炼气期修士能够承受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元婴期强者只需要一个念头，就能震死一大片炼气期。你还知道自己是外门弟子，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再敢对师姐不敬，就不是一巴掌那么简单了。萧晨的话语带着一丝杀意，周遭的空气仿佛都凝结了，气温骤降，生死都在一念之间。李翰浑身都在颤抖，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元婴期的强大。整个宗门上下，只有掌门和木婉拥有元婴期的实力，掌门是元婴中期，而木婉已经达到元婴后期，二人都没有出过手，因此弟子们缺少对强者的认知。萧晨不再理会李翰，而是径直飞向大殿。前辈，李翰生性奸诈，他一定会去执法堂告状的。木婉担忧道。执法堂？萧晨不禁笑了，他们管小事，小事没了，他们管我，他们没了。木婉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弱弱地道，可是打人终究是不对的。刚才你不爽吗？萧晨问。爽是爽了，木婉也不得不承认，刚才那一巴掌绝对是他这辈子最舒爽的一次，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元婴期的速度很快，飞行片刻，一座巍峨的大山映入眼帘。这是主峰，主峰上有一座大殿，
名曰青木殿，也是整个宗门的主殿。前方主峰，禁止飞行。几道身影快速飞过来，将木婉儿围在中间，颇有兴师问罪的意思。萧晨不由觉得好笑，几个借助飞剑才能飞行的筑基期，竟然有胆子为一个元婴期强者，也不知道谁给他们的胆子。主峰禁飞，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规矩？萧晨双手抱胸，露出玩味的笑容。按照小说里的剧情，这是小师妹的几个舔狗故意针对女主设置的陷阱，让女主不行登上主峰。大殿里的人一看女主迟迟未到，就认为她是心虚不敢来。等女主赶到主殿，里面的人都已经向着小师妹了。想到这里，萧晨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对方不讲同门情谊，他更加无需考虑。几人互相看了看，露出一副料定如此的表情。执法堂刚立下的规矩，不曾想被牧师姐先碰上了。从今天起，任何弟子想进主殿，都要步行上山。其中一人带着嘲讽的意味说道，其余几人皆是暗暗发笑。身为筑基期修士，这辈子能看到元婴期强者出丑，算得上是一件天大的趣事。木婉儿略显焦急道，前辈，他们是执法堂弟子，得罪他们可就麻烦了。我们赶紧步行上山吧。考你。萧晨不紧不慢地问，等你步行上山，罪名都快坐实了，如果我把肉身还给你，你该如何破局？木婉儿想了想，答道，我是元婴期修为，脚程比任何人都快，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登山。萧晨微微摇头。木婉儿又道，那我干脆不上山，就在山脚下坐着。时间一久，大师兄一定会下山寻我，到时候大师兄一定会严加惩罚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。说着说着，木婉儿越发觉得正确。大师兄向来公私分明，秉公执法，他相信只有大师兄可以为他主持公道。萧晨轻轻一叹，思路还是不对，这么做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更何况那位大师兄可不是什么善茬，表面上生性高冷，实则只是对木婉儿高冷。遇到小师妹之后，什么高冷全都抛诸脑后了。所谓的秉公执法也是如此。女主误摘一枚灵果，被大师兄抓到罚跪3天。小师妹嘴馋，溜进药园子摘了满满一筐的灵果。那位大师兄却是一笑了之，还叮嘱对方下次小心点，被掌门发现可就要重罚了。对此，小师妹也只是调皮的吐了吐舌头，表示下次注意。一想到这儿，萧晨就觉得心口发堵，低头看了看，差点忘了，现在是女儿身，气多了对乳腺不好，元神之间的交流，外人根本无法得知。在周围几人看来，木婉儿是在犹豫，几人的态度顿时变得恶劣。木婉儿还不下去？要么步行登山，要么滚，少在我们执法堂面前摆你元婴期的架子。你以为元婴期修为很了不起吗？萧晨目光一凝，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，问道，麻烦重复一遍，最后那句是什么？啊！几人面面相觑，不明白木婉儿想干什么。你以为元婴期修为很了不起？其中一人试着又说了一遍。话音未落，萧晨像拍苍蝇一样对着几人扇了过去。他的速度很慢，看上去就是随手而为，可落在几个筑基期弟子的眼里，这一手暗含法则之力，周围的空间都被锁死，根本避无可避。他，那几个执法堂弟子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，从高空径直坠落。此处虽高，凭着筑基期的实力，也不至于摔死。几人摔在地面上，浑身经脉和筋骨断了大半。一时间，主峰山下惨叫连连。身为执法堂弟子，却以公谋私，该罚。另外告诉你们，元婴期就是了不起。萧晨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几人的耳朵里。说完，萧晨正打算走，底下却传来几人怨毒的声音：木婉儿，你竟敢打我们！虽然我们不是执法堂核心弟子，却也不是你能得罪的。等我们告诉执法长老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你死定了。闻言，萧晨的身形一顿，
狂风吹在青色衣裙上猎猎作响。萧晨冷冷地注视着下方，口中喃喃道：“阎王让你3更死，奈何你们非要插队，2更就上路。”受伤最轻一人强撑着残躯站起身，怒道：“木娃，既然撕破脸了，那就不妨告诉你，大师兄早就看你不爽，想杀之而后快了。现在交出小师妹的造化金丹，兴许还能留你一条贱命。”木娃听到大师兄的名字，整个神魂都颤抖了一下。显然，这番话对他的打击很大。若是以前，木娃可能会伤心欲绝，最后万念俱灰，将造化金丹交给对方，最后再来一句：“这本就是为你准备的”之类的话，感动自己，虐身又虐心。如果最后能死在大师兄手里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对于女频女主来说，能死在男主手里，就是对男主最大的惩罚。交出造化金丹！交出造化金丹！底下几人用尽全力嘶吼。萧晨掏了掏耳朵，一脸疑惑道：“奇怪，最近是不是感染风寒了？我的耳朵怎么堵了？我似乎听到有人说想入我人皇幡。”说到这儿，萧晨手中出现一面黑色的小旗子，这是一面黑色禁幡，气势滔天，端势不凡。3个月前，宗门去一处禁地历练，唯有女主意外闯进上古秘境，并得到一枚造化金丹和一面黑色禁幡。无论什么境界，服下造化金丹都可以直接晋级化神期，且不会留下任何隐患。女主没有服用，是打算留着给自己当嫁妆。至于黑色禁幡，乃是上古时代一位邪修所炼，专吸人魂魄。女主认为有伤天河，也就一直没有使用过。什么人皇幡？当我们啥？你这幡上面黑气缭绕，怎么可能是人皇幡？几人心中升起一股惧意，只不过他们不相信木娃敢动手。然而，萧晨并不想浪费时间，直接掐动法诀，引动禁幡的力量。法则之力流转，一道道乌光射出，瞬间洞穿几人的身躯，就连魂魄都被吸入禁幡之中。啊！禁幡之中，隐隐能听到凄厉的惨叫声。修仙不努力，禁幡里面做兄弟。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木娃都没反应过来。萧晨望向主峰大殿，让我看看还有谁想入我人皇幡。大殿内，核心弟子汇聚一堂，甚至还有几个长老参与其中。牧师姐还没过来，我家祖传的金丹是不是拿不回来了？一名年轻女子满脸委屈道：“小师妹，她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我已经让人去请了，想不到木娃竟然做出这等丑事，师门不幸啊！我看他越来越不把宗门放在眼里，一定要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，取他3滴心头血，废掉200年修为，以示惩戒吧。”众人义愤填膺。木娃还没到场，就已经宣判了有罪。谁要惩戒谁呀？一道慵懒的声音从大殿外传来，所有人转头望去，只见一袭青衣的女子脚踏虚空而来，正是木娃。她身着一袭青衣，衣摆随风轻扬，宛如一朵盛开的青莲。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举手投足间无不流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。小师妹眼中闪过一丝嫉妒之色：“牧师姐，你终于来了，你不想我来？”萧晨反问。小师妹顿时一愣，她就是心里疑惑，执法堂弟子为何没拦下木娃？一名核心弟子见状，呵斥道：“木娃，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吗？”萧晨嘴角勾勒出一抹弧度，问道：“那我应该是什么态度？”自负双手，下跪认错，求小师妹原谅，求执法堂高抬贵手。几个核心弟子一人一句道：“哦。”萧晨露出一脸无辜的表情：“不是让我来对质吗？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，就让我认错，不应该先调查一番吗？”这个表情和神态，简直和傻白甜女主如出一辙。小师妹躲在众人身后，暗暗得意。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她也不会这么兴师动众。还调查什么？事情不是很明显吗？难道我们冤枉还能你？交出造化金丹，等候发落吧。竟然偷盗同门宝物，你这种修行界的败类，看到就觉得恶心。在场的人不断说着，
将木婉贬得一文不值。自始至终，那位大师兄都不曾开口。萧晨分明看到他的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，太过分了！木婉元神都气得发抖。萧晨狂喜，女主终于觉醒了。然而下一秒，只听木婉说道：“前辈，能否帮婉儿洗刷冤屈？只要前辈能还婉儿一个清白，婉儿愿一生侍奉左右。”卧槽！萧晨忍不住骂了一句。果然不能用常理看待女频小说里的女主。萧晨撇撇嘴，非常郑重地道：“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多谢前辈。”木婉大喜。嗨嗨！萧晨清了清嗓子，一改之前的态度，神色冷冽道：“不错，金丹是我偷的，你们想怎么样？”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木婉在内，大家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小师妹也是如此，她已经想好对策，不管对方如何辩解都没用。可是没想到木婉直接就承认了，小师妹都懵了，紧接着就是一阵狂喜。木师姐，只要你把造化金丹还给我，我可以帮你跟大师兄和执法堂求情。小师妹抹了抹眼角并不存在的泪水，柔柔弱弱的模样，当真惹人怜爱。呵呵，萧晨淡淡一笑，心念一动，黑色劲幡出现在大殿上，一股森寒之意瞬间弥漫，大殿温度骤降。小师妹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东西就在这面人黄幡里，你们想要就进去拿好了。萧晨负手而立，现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面面相觑。你们在犹豫什么？其中一名核心弟子疑惑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宗门前辈都想打压木婉，现在正是表现的时候。他一马当先站到最前面，用命令的口吻说道：“还不速速打开此幡！”啊，你真敢要啊！萧晨都被震惊到了，如果修士的脑子都长这样，何愁大业不成？萧晨微微一笑，随手一招，劲幡颤动，一道乌光射出，那名弟子瞬间蒸发，魂魄被吸入劲幡内。萧晨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还有谁要进去？”呼！大殿内阴风阵阵，一切发生的太突然。过了好会儿，众人才陆续反应过来。放肆！木婉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残害同门，罪大恶极，应该挖出灵根，剜下仙骨，取心头血，还要交出储物戒指。所有人暴怒，尤其是执法堂的人，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。看到木婉被人围攻，小师妹的脸上泛起得意之色。萧晨不紧不慢地道：“我筑基期的时候，你们欺负我；我元婴期的时候，你们还欺负我，那我不是白修炼了吗？”几个年轻人相视一眼，忍不住道：“他说的好有道理。你这跟邪修何异？你现在自废修为，兴许还能给你一个痛快。”执法长老怒道。萧晨冷冷瞥了他一眼，那执法长老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他突然觉得今天的木婉有些不同。你什么境界？萧晨没有接刚才的话题，而是突兀问了这么一句。金丹中期。那执法长老道。废物！萧晨不屑地看向一名核心弟子，刚才就是他叫的最大声。你什么境界？萧晨又问。筑基中期。那人答道。废物中的废物！萧晨的话把人气得不轻。没等众人开骂，只听萧晨话锋一转，所有人都给我听着，修行界只有3个境界，蝼蚁境、道友境、前辈境，你们给我定罪，够资格吗？轰隆！萧晨以元婴的实力说出这句话，法则之力流转，大殿内升起一朵朵金色莲花，这是天生异象，地涌金莲，只有出现圣人之言的时候才会显现。天地真理，所有人都傻了，看似荒谬的话竟然得到了天地认可。执法长老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干脆朗声说道：“诸位同门，不杀此子，整个宗门都将沦为笑柄，随我一同将其镇杀。”有人带头，很多人的胆子也大了起来。8个金丹期，20几个筑基期，他们相信
所有人加起来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慢着！萧晨伸手阻拦。执法长老笑了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怕？萧晨呵呵一笑，我是想先问问掌门在哪里。你还想告诉掌门？执法长老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这件事就是掌门同意的，不好好治治你，掌门又怎会放心？听到这话，木婉儿的元神一震，他自认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宗门和掌门的地方，怎会如此？木婉儿的元神喃喃自语，大殿里的木婉儿却笑了，哈哈哈，他笑得很开心，甚至可以用狂妄来形容。这样一来，正好可以让木婉儿看清楚真相。哼，木婉儿，现在求饶都已经晚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所有人一拥而上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元婴期强者面前，数量并没有任何作用，唯有踏足过这个境界，方知这个境界的真正力量。这一次，萧晨没有动用劲翻的力量，只见他缓缓浮到空中，目光冷冷注视着下方。给你们3息时间放下武器，否则死。萧晨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他想让真正的木婉儿成为掌门，那就需要培养自己的手下，总不能全部杀了。一些核心弟子互相看了看，大家不要怕，他只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就算他是元婴期，未必杀得了我们所有人。执法长老继续给大家加油打气。然而，面对生死考验，还是有人怕了。他们愿意放下武器，站到木婉儿这边。很好，你们做了个正确的决定。萧晨点点头。聪明人才配在残酷的修仙界活下去。说罢，他再也没有丝毫犹豫。剑来！萧晨低喝一声，声音并不响亮，却犹如晨钟暮鼓，震人心魄。一股雄浑的剑气自他身上爆发而出，席卷四方。众人手中长剑轻颤，发出清脆的剑鸣之声，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。不出片刻，震撼的一幕发生了，整个宗门的剑几乎在同一时间出鞘，飞剑像蜂群一样涌入大殿，在萧晨周身缓慢盘旋，就连执法长老他们的剑也被强大的吸力吸走。这，牧师姐饶命啊！又有几个核心弟子慌了。怕什么？他还敢杀我们不成？执法长老怒斥。就在萧晨准备下手的时候，一声暴喝响起，木婉儿！所有人转头看去，大师兄终于出手了，只有大师兄治得住他。小师妹面色一喜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萧晨开口。涉及大师兄，木婉儿的元神不稳，所以必须让他死得明明白白。大师兄给了小师妹一个放心的眼神，随后大步挡在众人身前。这番行为自然引得众人拍手叫好。大师兄，你要小心啊！小师妹的茶艺一如既往的稳定。大师兄上前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纸。木婉儿的元神能看到外面的情况，这是他们的婚书，也是娃娃亲。只是后来发生了变故，整个村子被屠戮殆尽。2人被下山历练的前任掌门所救，这才踏上了修行路。大师兄的父亲临终前交代，一定要保管好婚书，主要是担心木婉儿飞黄腾达后不认账。大师兄倒是心高气傲，他一直认为这张婚书阻碍了他的修行，这是他的魔障，只有撕毁婚书才能打破樊笼，消灭心魔。这种想法在小师妹上山后达到了极致。他认为自己有追求爱情的权利，既然找到了一生守护的女子，自然要找机会撕毁婚书。只是木婉儿没犯什么大错，让他找不着机会。如今，机会就在眼前，千载难逢。他不仅要毁掉婚书，还要借此破坏木婉儿的道心。哦，你要撕毁婚书？萧晨笑了。这就是双喜临门。修行界讲究因果，婚书一毁，2人再没有任何因果。大师兄的资质十分有限，能达到金丹境界，还是木婉儿给他提供了很多资源的缘故，否则他可能到现在还是个筑基期。在原著小说里，他也用婚书威胁过木婉儿，每一次都是木婉儿妥协，这也就罢了，最后竟然撕毁婚书，
并且偷袭木婉。木婉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挖灵根、剜仙骨、取心头血、夺储物戒指，最后这些东西都被送给了小师妹。后续剧情是木婉重生复仇，然而女频文所谓的复仇，就是开启另一种宫斗模式，赢了大殿质问，赢了各种小算计，被诬陷偷宗门宝物也是如此。女主早就布下留影石，跟监控设备一样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是小师妹所为。可这有用吗？女主还是无法改变这些人的偏见，各种闲言碎语不断，认为女主心机重，竟然提前留了后手。所有人更加心疼小师妹。女主重生后，心态发生了改变，完全不把这些话放在眼里，也就是所谓的独自美丽。萧晨看到这种剧情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？对敌人有伤害吗？既然他来了，就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。想复仇就只有一个字：杀。杀到时间无人敢惹。大师兄眸中闪过一抹寒光，碍于婚约，我才对你百般忍让。如今你这般行事，就算我撕毁婚书，也怨不得我。说完，大师兄手中灵力一动，砰！婚书当场炸成灰烬。大师兄露出得逞的表情，木婉，婚书一毁，你再也不能束缚我了。大师兄，你为了我这样做不值得，而且你这样做，牧师姐的道心受损，今日就很难走脱了。小师妹这是在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放过木婉。大师兄一改冷漠的态度，柔声道：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了断，更是为了整个宗门考虑。没错，为了宗门铲除这个妖孽，一切为了宗门。众人掏出法宝，准备诛杀木婉。如果是真的木婉，看到婚书被毁，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。可是现在，木婉的元神以第三视角看到整个画面，心中无比悲伤，却不至于被影响到心。更别提萧晨只是占据对方的肉身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唯一能束缚木婉的东西，就这么被对方亲手毁掉了。萧晨的声音再次响彻大殿：我邀诸位共入人皇幡，有诸位的魂魄加持，人皇幡的威力将提升不少。这也是提升宗门实力吗？萧晨邪魅一笑，剑落，瞬间，所有飞剑朝着一个方向落下。你敢？所有人双目瞪圆，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他怎么敢的？轰隆！元婴之下皆为蝼蚁，他们连做出防御的动作都来不及，整座大殿都被炸飞了。良久，尘埃落尽，除了投降的人之外，只有2个人还活着，一个是大师兄，一个是小师妹。2人浑身不断颤抖，显然受了不小惊吓。萧晨控制劲幡吸收魂魄后，重新降落在地面上。婉儿，你就知道你不忍心杀我。大师兄劫后余生，喜不自胜。他，萧晨随手甩出一巴掌，2人同时被扇飞出去。留你们一命是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：有实力的叫霸道总裁，没实力的叫疯狂作死。大师兄，送你往生。萧晨对着虚空一指，一道金光直接洞穿其眉心，魂飞魄散。啊！小师妹吓得当场失禁。该你了。萧晨淡淡开口。放肆！一声怒吼从9天传来。抬头，只见一位白衣老者凌空而立，此人正是现任掌门。爷爷！小师妹抹了把眼泪，冲着天空大喊一声。这一声爷爷把萧晨都喊懵了。小说里没这一段，不过也解开了一些疑团。难怪小师妹备受宠爱，难怪什么好事都是小师妹的，这就解释得通了。爷爷，快救我！话还没说完，萧晨隔空一握，小师妹就感觉被捏住了脖子。你敢伤她一分，我必将你挫骨扬灰。掌门威胁道。咔啦一声脆响，小师妹的脖子应声而断。萧晨歪着脑袋问：掌门说什么？你……掌门气得说不出话。萧晨又一改之前的态度，正义凛然道：
有人假冒掌门的孙女，为维护宗门清誉，此人已被我诛杀，请掌门定夺。哈哈哈，很好。掌门面色阴沉，怒极反笑，老夫已经晋升元婴后期，你那300年的修为，注定要被镇杀。说罢，元婴后期的气势被他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，强大无匹的气势让方圆百里的人都忍不住下跪。木儿，除非你能达到化神期，否则就等死吧。掌门非常自信，他沉浸元婴中期多年，比木儿多了几百年的功力。萧晨心念一动，一枚金色丹药出现在手里，这是他交给木儿的最后一颗。修行是为长生，任何跟寿命过不去的危险行为都是不对的，不杀没把握杀的人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纯粹的灵力迅速弥漫4肢百骸。下一秒，天地变色。在这个世界，修行的极限就是化神期。元婴期初步掌握法则，可以踏空而行；化神期大修士则可以打破戒壁，横渡虚空。你是元婴后期，我便以化神期杀你。萧晨的气势猛地一变，大喝一声：“木儿，请掌门升天！”巨大的声响惊动了整个修仙界，要变天了！多少年没出过化神大修士了？天哪，哪个傻子敢惹化神大修士？无数人带着敬畏的目光望着战斗的方向。这一战不会有丝毫悬念，化神期对战元婴期，就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番外，那是很多年后了。木婉儿成了一代女帝，因其身穿青色长裙，故号青帝。青帝威压一世，八荒陆河，9天10地，无人敢直呼其名讳。不过有人说，他一直在等一位神秘强者，为了再见一次那人，木婉儿将空间法则学到了极致。看到这里，萧晨气得火冒三丈，到头来还是个恋爱脑。小区门口，一道虚空裂缝缓缓出现，一袭青衣长裙横渡虚空而来。当她出现的时候，整片天空仿佛都暗淡了一些。她太美了，风华绝代，又有一股君临天下的气魄。一缕淡淡的地威从她的身上蔓延出来，覆盖住了整个小区。瞬间，她就掌握了所有信息。找到你了。木婉儿红唇轻启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